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程毅将角色交还观众，戏外毫无角色痕迹，他是如何做到的？杀青微博发送，角色背影定格。这一刻起，程毅与角色的连接正式切断。拍摄《莲花楼》时，他是心思缜密、病弱却坚韧的李莲花。咳嗽时肩胛骨的颤抖幅度，执剑时拇指摩挲剑柄的习惯，全被刻进身体记忆。可剧集收官后，他最后一次穿莲花纹衣服是爱奇艺尖叫之夜，从此再未主动提及李莲花。观众翻遍他的日常动态，发现剧里800个心眼子的李莲花，剧外竟是负800个心眼子的老实人。这种剥离从不是偶然。每部戏杀青，他必发告别微博。琉璃结束时，他写下告别小凤凰的长发飘飘，附上死凤远去的身影。赴山海收官文案直白：若时间重来，我依然会做出同样的选择。文字是仪式，背影照是墓碑，角色在此安葬，演员转身离场。沉香如屑片场，他同时分裂为3个灵魂。应渊帝君背负天条枷锁，爱意压在喉结滚动的克制里。唐周洒脱张扬，剑锋挑起少年意气。玄烨邪魅低语，指尖摩挲剑柄时野心毕现。导演喊卡后，助理递来毛巾，他仍在颤抖。为演活琉璃中情人咒发作的雨丝凤，他控制面部肌肉精确抽搐，睫毛颤动幅度像用标尺量过。观众看见青筋暴起的脖颈，听见声带撕裂的喘息，误以为他正在承受剧痛。武打戏需肉身献祭。莲花楼里莲花的打戏看似行云流水，实则是将武侠意境注射进肌肉记忆。腾跃时腰腹如弓弦紧绷，落地时足尖轻点似蜻蜓触水。拍琉璃期间，他每天吊威亚14小时。空中旋身仍保持传统武术的中正之姿。武术指导惊叹：这不是动作复刻，是骨头里长出了角色。琉璃爆红时 ，CP 粉要求他延续剧中深情，他沉默离场，未用雨丝凤身份改一句台词，蹭一次热度。网友攻击他冷血，殊不知他早将角色归还给观众，就像母亲剪断脐带，孩子便属于世界。不拍戏时，他惯于人间蒸发。沉香杀青后推掉商业剧，消失4个月钻研底线剧本。粉丝翻遍社交账号，只等到几条鱼的照片。这种真空期是精神消毒、演技封神的代价，是必须彻底清空前做残魂。李莲花的市井禅意，齐燕的阴柔破碎，与司凤的时事痴狂，每个角色都是独立宇宙。但现实中的程毅被粉丝调侃为误闯娱乐圈的普通人。片场后场时，他帮群演整理衣领；机场遇见代拍会说小心台阶。有观众坦言：“我是为李莲花而来，却因程毅的人品留下。”颠覆的是他对美的解构。当赴山海造型师用后刘海掩盖他额头，粉丝怒斥团队糟蹋巨抛脸。可琉璃时期携分碎刘海的丝凤能仙气飘飘，换成莲花楼中李莲花的布衣草丽，他又成烟火侠客。皮囊只是载体，魂灵才是核心。程毅证明，真正的巨抛脸是让观众忘记演员本名。程毅的告别微博下，总有人留言：“把李莲花还给我。”可当他真将角色彻底归还，观众反而怅然若失。莲花楼结局中，李莲花蹲在你的种萝卜的镜头，至今引发争论。那是放下执念，还是心死如灰？程毅的沉默赋予观众无限解读权。于是问题悬而未决：当演员拒绝消费角色，当故事终止于背影，经典是否反而获得永生？程毅将角色交还观众，戏外毫无角色痕迹，他是如何做到的？在当下流量与热度至上的娱乐圈，许多演员习惯在戏外延续角色的滤镜，
借助观众的情感惯性不断续命。但程毅却显得格外清醒，他总在杀青微博里郑重告别，把角色的背影定格于屏幕，而把自己抽离得干干净净。于是便有了观众感慨，剧里800个心眼子的李莲花，剧外竟是负800个心眼子的老实人。这种角色与演员的彻底剥离，并非偶然，而是程毅一以贯之的职业习惯与艺术选择。仪式感的切割，程毅的杀青微博早已成为粉丝心照不宣的仪式。流离结束，他写下告别小凤凰的长发飘飘。赴山海收官，他直言若时间重来，我依然会做出同样的选择。莲花楼杀青，他留下李莲花的背影，背影既是墓碑，也是告别。这种文字与影像的安葬行为，表面是对角色的温柔告别，实则是演员与角色的精神切割。角色自此属于观众，而他转身走向新的旅程。极致沉浸，极致抽离。要做到戏外无痕，前提是戏里彻底沉浸。在《沉香如屑》里，他一人分饰三角：应渊帝君的克制，唐周的潇洒，玄烨的阴郁。他能通过喉结的滚动、剑柄的摩挲、指尖的颤抖，区分3种灵魂。导演喊卡的瞬间，助理递来毛巾，他还在颤抖。在流离中，他为了呈现情人骤发作的痛苦，精确控制面部肌肉抽搐，甚至睫毛的颤动都像用标尺量过。观众信以为真，以为他身处剧痛。在莲花楼里，他把武侠的意境注入肌肉记忆，腾跃时腰腹如弓弦紧绷，落地时足尖轻点如蜻蜓点水。武术指导评价说，这不是动作复刻，而是骨头里长出了角色。正因如此，他需要在杀青之后迅速抽离，进入真空期。沉香如屑结束，他推掉商业剧，消失4个月，只留下几条养鱼的动态。这段人间蒸发，正是精神层面的消毒，把前一个角色的残魂彻底清空，不消费角色的自觉。许多演员在剧集爆红后，会顺势延展角色人设，继续制造话题。但程毅始终坚守角色只属于作品的原则。琉璃爆红时 ，CP 粉希望他延续司凤的深情，哪怕只改1、2句台词也好。他却选择沉默离场，没有借角色蹭一次热度。外界指责他冷血，却不知这种冷淡正是对角色的尊重。就像母亲剪断脐带，孩子便属于世界，而不再属于母体。戏里与戏外的反差，李莲花的心思缜密，齐燕的阴柔破碎，与司凤的时事痴狂，每一个角色都是独立宇宙。但现实中的程毅却被粉丝戏称为误闯娱乐圈的普通人。候场时，他会帮群演整理衣领；在机场遇见代拍，他会提醒小心台阶。观众常说我是为李莲花而来，却因程毅的人品留下。他对美的解构同样颠覆常规。赴山海时期造型师用后刘海遮住额头，粉丝愤怒吐槽浪费巨抛脸。可事实证明，他的巨抛脸并非依赖皮箱，而是由魂灵塑造。司凤的仙气，李莲花的烟火气，全都来自灵魂的注入，而非容貌的修饰。归还后的空白与永恒。有意思的是，当程毅真正归还角色时，观众却反而感到怅然。莲花楼大结局，李莲花在泥地里种萝卜的镜头至今争议不休。有人说这是放下执念，有人说是心死如灰。而程毅本人始终保持沉默，把解读权彻底交给观众。于是，角色因告别而获得永恒。演员拒绝消费，反而让故事停留在最恰当的余韵里，成为观众心中永不消散的经典。程毅之所以能做到戏外无痕，靠的是3种修炼：极致沉浸，用身体记忆与情感细节，把角色活成真实的人；极致抽离，通过告别仪式与真空期，把角色残魂彻底清空；极致自觉，拒绝角色商业化延伸，
把角色交还给观众。在他看来，演员的价值不是在戏外延续幻象，而是在作品里燃尽所有，然后转身离场。因此，当观众在微博下留言把李莲花还给我时，他早已将李莲花完整的交还给了世界。角色属于观众，而演员只属于自己。这大概就是诚意的答案。在舞台上，他是角色本身；在生活里，他只是诚意。